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查理斯目。美股還沒見底，然而這次可不是普通的回調，而是流動性危機的開始。中東局勢升級，鮑威爾持續放鷹，市場正面臨雙重衝擊。面對金融市場崩盤的風險，川普也頂不住壓力，再度塌口。今天他發帖稱，美國和伊朗進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對話。他下令美軍針對伊朗發電站、能源基礎設施的軍事打擊延後5天。那麼問題來了，我們到底要不要減倉，還是已經到了可以抄底的時刻？更關鍵的是，為什麼在類似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方形之下，美聯儲卻依然不鬆口？鮑威爾的美聯儲 Put 下跌保護到底在哪？美股、黃金、比特幣接下來會出現 V 型反彈，還是持續陰跌？本期節目，查理把這些重要的問題一次講清楚。本來呢，川普上周五在 Truth Social 上發帖暗示，中東戰爭可能接近尾聲，他準備塌口退出了，說美國不需要從霍爾木茲海峽運輸石油，接下來由亞洲、歐洲他們國家自己搞定伊朗，美國要拍拍屁股走人了。然而，隨着伊朗對以色列南部發動了導彈襲擊，川普的態度又迅速轉回到極端強硬，從而開始了他的極限施壓戰術。特朗普在周六晚上發帖，要求伊朗在48小時之內完全無威脅地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他明確表示，若期限截止仍未開放，美國將徹底摧毀伊朗境內的各大發電站，並且強調將從最大的電廠開始。但是，伊朗方面的回應也很強硬，畢竟溫和派都已經被美軍炸死了嘛。伊朗革命衛隊表示，如果美國實施針對其基礎設施的威脅，伊朗將完全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直至被毀的電廠重建完成。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齊說，海峽並未被法律意義上關閉，但是由於保險公司因為戰爭風險拒絕承保，商船已經自發停止了通行。他指責這是美國發動的選擇性戰爭導致的後果。那在巨大的經濟民調、全球政治壓力之下，川普在3月23日清晨再度塌口。他發布推文稱，美國和伊朗在過去2天之內就全面停火協議達成了初步的共識。川普下令美軍停止對伊朗的攻擊，為期5天，期待着和伊朗方面達成最終的協議。特朗普表示，美方的談判由中東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和其女婿賈里德·庫什納領導，伊朗方面則由一名高層人物代表，但並非最高領袖莫傑塔巴·哈梅內伊。他還指出，美國與伊朗可以共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這一油氣流量的關鍵命脈，同時華盛頓方面可能會接管伊朗的油庫存。然而，伊朗官方媒體和外交部此後明確否認與美國進行了任何形式的直接談判。他稱，川普的說法是為了降低油價和爭取時間的心理戰。據耶路撒冷郵報報道，美方高級官員已經通報盟友，由於伊朗持續封鎖波斯灣，美軍可能別無選擇，必須通過地面行動奪取並佔領哈爾克島，以徹底解除伊朗對航道的威脅。目前，美軍4500名海軍陸戰隊員正在搭乘全獅號2棲攻擊艦等艦艇駛向附近海域，這被視為潛在的登陸作戰做準備。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警告，一旦伊朗的能源設施遭到攻擊，伊朗將不可逆轉地摧毀整個中東地區的美國盟友能源設施、海水淡化廠和 IT 系統。伊朗革命衛隊暗示，如果衝突升級，他們將在整個海灣航道布設海雷，讓霍爾木茲海峽徹底變成死亡地帶。查理認為，川普提前塌口反而可能會刺激伊朗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這是因為美國和以色列確實很難防範來自伊朗的廉價無人機、水雷持續騷擾霍爾木茲海峽航道的安全。就算這幾天伊朗不襲擊，萬一過幾周又有過往油輪被導彈射中，那麼保險公司也絕對不會重新承保波斯灣的航運。換句話說，川普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局面，要麼你現在塌口，然後呢給伊朗方面更大的讓步、更優厚的條件；要麼你就發動地面部隊襲擊，但是伊朗肯定會擴大戰爭範圍，從而帶崩全世界，包括美國的金融市場，甚至引發像2008年金融海嘯那般的末日危機。從現在掌握的信息來看，川普可能再度讓步給伊朗。畢竟，如果美軍地面進攻導致更多美國人員的傷亡，
再疊加金融危機2.0的來襲，共和黨丟掉參眾兩院席位不說，川普可能真的面臨被彈劾的風險。然而，從美股投資者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跳出美國、以色列和伊朗這3個直接關聯的框架，看看到底有哪些其他國家被迫捲入了這場中東的戰爭。毫無疑問，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這3個海灣國家首當其衝受到了巨大的衝擊。3月19日，阿聯酋的汽油田遭到伊朗導彈襲擊，被迫關閉；迪拜的美軍基地也曾發生火災。沙特的煉油廠則遭到了大規模無人機和彈道導彈的攻擊。卡塔爾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中心，在過去1周多次遭導彈襲擊，目前 LNG 生產和出口已經完全中斷。不幸的是，這些富庶的海灣國家不僅是產油大國，也是美股市場的超級股東。根據2026年年初的數據顯示，海灣國家主權基金在美國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了2萬億美元。2025年，由於川普政府對於科技和 AI 行業的支持，這些基金對美股的配置翻了一番，直接推升了納指和標普去年的牛市行情。然而，由於本土戰爭開支巨大，而且基礎設施受損，這支主權基金正在重新評估其高達5萬億美元的全球投資組合，以彌補國內戰爭的損失。由於海灣國家迫切需要套現美股，以支持國內的建設和防務，這絕對是最近美股，尤其是科技板塊回調的壓力之一。朋友們想想看，中東土豪必須賣掉英偉達、谷歌的股票，把獲得的美元用在重建自己的家園，那這個巨大的賣壓可不就砸穿了美股指數嗎？查理認為，隨着美伊戰爭趨近白熱化，中東方面還將持續拋售美股、比特幣、黃金類資產，套現離場，這絕對不利於股市、大宗商品的價格反彈。那至於 OpenAI、Anthropic 這些巨型獨角獸，想在2026年年底 IPO 上市，他們原本獲得的來自中東王爺們的100億美元融資，很可能也就此泡湯了。這絕對會殺一波 AI 相關的公司估值，因為投資人迫於戰爭臨時撤資了。那除了海灣國家拋售美股之外，美聯儲近期的鷹派態度就更進一步加劇了流動性危機，讓美股砸起盤來毫無抵抗能力。上周的 FOMC 議息會議結束之後，鮑威爾主席明確表示，雖然目前美聯儲維持 3.5% 到 3.75% 的基準利率不變，但是如果能源成本飆升導致2次通脹的蔓延，那麼重新加息就會成為美聯儲一個切實可能的選項，這實在是太強硬了。此外，鮑威爾在3月21日接受了極具象徵意義的保羅·沃爾克公共誠信獎。保羅·沃爾克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聯儲主席，他曾經不顧政治壓力，強力加息到 20%， 徹底殺死美國股市和經濟，最終馴服了1970年代以來的高通脹。鮑威爾在獲獎視頻中稱讚了沃爾克頂住壓力、維護美聯儲獨立性的行動。鮑主席還明確表示，在針對美聯儲大樓翻修的司法部調查結束之前，他絕不會提前離職。鮑威爾在利用沃爾克的精神來回擊特朗普政府對他的行政恐嚇。哇哦！鮑威爾從拜登時期的鴿派主席，在川普3番5次的威脅打壓之下，徹底變成了鷹派主席。就算沃什日後接任成為美聯儲新的主席，鮑威爾依然可以選擇留任美聯儲理事，直到2028年，從而直接影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那截止到3月23日，市場目前預測，美聯儲由鴿轉鷹之後，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大增。朋友們可以看到，從今年6月份開始，聯邦基準利率上調到 3.75% 到 4% 的概率已經漲到了 15%， 簡直是太驚人了。那麼這對美股意味着什麼？這就意味着流動性紅利的終結。在高利率和地緣戰爭的雙重擠壓之下，標普500已經連續下跌了4周的時間。一旦市場開始定價再次加息，那麼那些依賴廉價資金的科技股和成長股將面臨估值的毀滅性重塑。鮑威爾正在告訴我們，他寧願看到市場出清，也要保護美聯儲的誠信底線。誰叫川普動不動就辱罵恐嚇他呢？面對這種極端的鷹派態度，大家的投資組合準備好迎接衝擊了嗎？ Don't fight the Fed， 永遠不要低估美聯儲的巨大能量。在金融市場，它的影響力甚至可能超過了美國政府。好，聊完了中東局勢和美聯儲，我們回到標普500指走勢上來。到了今天，
CI 投資系統居然下調了對美股大盤的走勢預測，變得更加悲觀了。和我們前面討論的一樣，中東土豪的賣壓、美聯儲鷹派態度，讓系統認為美股在2026年崩盤，標普從7000點下跌20%的可能性大增。目前，標普階段性底部大概率依舊在6100點到6300點附近。然而，如果美伊衝突持續時間到4月下旬，霍爾木茲海峽解封時間拖到5月下旬，那麼全球油價的持續性走高，最終確實可能帶崩整個金融市場。疊加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國央行非但不降息，反而可能加息抑制通脹的集體鷹派態度，查理對於股市、黃金和比特幣的風險資產的走勢都持偏悲觀的態度。傳奇投資人 Paul Tudor Jones 有句名言：標普200日均線下沒好事兒。隨着標普500指數在3月19日正式跌破6620點的200日均線，這不僅是技術上的破位，更結束了長達214個交易日的多頭趨勢。結合當前的流動性危機，這種技術破位往往伴隨着信貸市場的收縮。當標普處於200日線之下，資金會加速撤離風險資產，去槓桿效應會進一步放大地緣政治帶來的衝擊。因此，各位投資朋友們，現在絕不是抄底接飛刀的時候，我們反而應該逢反彈就止盈，降低股票部位的持倉，積攢超短債 USFR、SGOV 或者 T-bill 來避險。也只有這樣，等到標普真的崩到了5800點以下，美聯儲必須緊急放水救市的時候，我們才有足夠的 dry powder 現金彈藥，作為真正逢低抄底的戰略物資，是不是？現在讓咱們還是保持謹慎，甚至有點恐懼的心態，等到市場真的極度恐懼，流動性危機全面爆發的時候，才是頂級投資者，比如已經退休的股神巴菲特進場撿便宜的時刻。這是美股頭部巨頭今天的盤面，大家可以看到，雖然川普早晨塔口導致股票有一波強勢反彈，但是隨着以色列持續進攻黎巴嫩地區，市場擔心戰爭持續的風險，很多股票又回吐了之前的漲幅。其中谷歌幾經掙扎，最終還是跌破了$300的大關。事實上，今天沒有任何關於 Google 的負面消息，僅僅是因為中東地緣政治的巨變疊加電力成本的上漲，導致市場開始榨取流動性。大家可以看到，從2026年開年至今，標普500指數回調了7%，而美股七巨頭分別暴跌了14%到30%不等。其中，谷歌和蘋果的表現算是科技巨頭裡面最坚挺的了，但是也下跌了14%，是標普下跌幅度的2倍。而最慘的當屬微軟和 Meta， 分別暴跌了31%和26%，居然是大盤回調幅度的4倍。查理認為，接下來如果大盤持續下跌，那麼這些科技巨頭也很難逆勢上漲。但是如果2-3個月之後，標普和納指 V 型反轉，七巨頭肯定又會成為引領美股反彈的風向標。查理也會為朋友們持續關注這些巨頭的動態，並為大家在第一時間帶來美股重新走牛的消息，請您保持關注。那今天跌得最重的是前2周狂飆的存儲芯片巨頭美光。MU 股票單日暴跌4%，已經從財報前的$460回撤到了$404附近。查理在上期節目中對美光的建議就是逢高及時止盈，等到它的股價回撤到$400附近站穩之後，再抄底小倉位做波段套利交易。那現在美光股價回撤到了$400附近，考慮到中東局勢還不明朗，以及美光將持續擴大產能，砸$250億擴建 HBM 芯片廠。查理認為，我們現在其實還可以再等等。想要做美光波段的朋友們，更穩健的抄底區間在$370到$380附近，而且和之前一樣，必須嚴格控制 MU 的倉位在總資金的5%以內，絕不加倉。這是因為韓國的三星電子最近成功通過了英偉達的驗證，開始大規模進入 NVIDIA 的 HBM 芯片供應鏈。之前呢，HBM 芯片高端市場都是由 SK 海力士和美光壟斷。而三星電子的強勢介入，勢必影響美光的市場份額，這對 MU 股票的超級溢價不是一個好消息，朋友們一定要非常小心哦。那至於 CI 投資組合重倉的微軟，朋友們可以看到，它的100日、200日均線開始從下跌逐漸轉為企穩，現在微軟價格距離去年10月的頂部已經崩跌了30%以上，
$383的價格和2月23日的底部價格差不多是一樣的，形成了一個雙底部的結構。當然，MSFT 股票在大盤真正 V 型反轉之前，依然很難走出獨立的反彈行情，更可能在低位持續震盪一段時間。目前我們仍舊持有微軟，看看在接下來的4、5月份，隨着 Agent 365的推出 ，MSFT 股票能不能有一個均值回歸，重新走高呢？但是微軟右側放量大漲的前提，肯定還是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標普納指能夠反轉。微軟的股東朋友們現在還需要保持耐心哦。好，聊完今天的主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3月23日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包括標普500指數的走勢、美債殖利率的變化、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來對美股、短債、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變。考慮到中東局勢對美國通脹的刺激，以及美聯儲暫時的鷹派態度，美股大盤依然維持技術性走熊的趨勢。此外，中東土豪需要重建家園，導致市場對於黃金出現了不小的拋壓。黃金類 ETF 價格短期也承壓 ，CI 投資系統建議股票部位的持倉比重維持在40%，把55%的資金放在超短期美債、USFR、SGOV 或者 STIP 中避險，剩餘5%的資金可以買入黃金類 ETF、IAUM、GOD 等做戰略對沖。如果等到了4、5月份美股出現流動性危機閃崩的情況，我們屆時可以賣掉短債抄底美股。現在大家還是保持謹慎觀望態度比較好，千萬別梭哈啊，還沒到 all in 的時候哦。在指數層面，標普500動量指數 ETF SPMO 接近系統給出的買點，可以考慮逢低買入。那在個股層面，系統推薦了3隻現金流情況很不錯的龍頭股，分別是微軟、美國銀行和波克夏哈撒韋，他們的買點也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朋友們可以參考一下。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的最新持倉情況，查理根據 CI 投資系統的建議，最近繼續增持超短期美債 USFR 做避險配置。目前 USFR 依然是 CI 投資組合的第一大持倉。我们的投資策略很明確，現金為王，超短債避險。黃金、比特幣都靠不住，因為在美聯儲不放水甚至偏鷹派的加息背景下，美元的流動性危機依然很嚴重，風險資產的賣壓實在是有點大啊。那交易結束之後 ，CI 投資組合的前5大持倉分別是超短債 USFR 佔比47%，微軟佔比41.5%，亞馬遜佔比4.9%，國防軍工 XAR 佔比4.5%和 Meta 佔比1.3%。和往常一樣，未來 C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我也會及時更新，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得到 CI 投資組合的訊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頻道會員。你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此外 ，CI 投資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好，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您認為川普政府和伊朗會達成協議嗎？請在評論區留下您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查理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也會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場中成長。祝您身體健康，投資愉快。我們週4的節目再見。